我瞄准了打，想跑门儿都没有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第一次移动了，马上上来，果然，KO。他是中国新一代最强腿王，一晚 KO 3位鼎鼎大名的世界冠军，不出意外，他们的小腿全被他踢得粉碎，甚至连最擅长腿法的神级腿法大师都败下阵来。至此，中国拳王刘策拿到了无差级别冠军。刘策并不是出道即巅峰的男人，他所获取的所有荣耀都归功于他的老师魏睿。要是没有魏睿，或许就没有如今如日中天的刘策。话又说回来，这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刘策的努力与奋斗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日本比赛，也是第一次参加 K1 的比赛。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冠军，但不是我的最后一个。我的老师是魏睿，他代表中国拿过一条 K1 的金腰带。他说过，第2条 K1 的腰带也会出现在我们的俱乐部。此场比赛在日本擂台举行，但参赛选手没有一位是日本国籍。不得不说，日本选手都是一些矮冬瓜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大级别当中的无差级别赛事，因为参赛人员只有一位中国籍选手。至此，日本官方大胆预测刘策的下场有多惨烈。对于这场魔鬼8人赛，我认为刘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获得胜利，他的团队也没有给他创造任何获胜的条件。上了擂台也就只有挨打的份。我奉劝刘策还是乖乖回到中国打假赛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在打这场比赛之前，刘策这个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，所以日本官方才敢大胆羞辱刘策。当晚，刘策第一位对手是来自罗马尼亚的瓦伦丁，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刘策的精彩表现。不得不说，日本赛事方的脸皮是真的厚，参赛选手都没有日本籍选手，他们是怎么敢羞辱刘策的？然而，刘策要想获取当晚的冠军，必须要连续击败3位世界冠军，再加上中国观众少之又少，对于刘策来说，第一场比赛的压力是最大的。首先要拿下第1次胜利，才能有资格拿下后面2次胜利。运动员们，我觉得对卡夫踢来讲，还是有自己特别独到之处的啊。是的，首先就是魏睿在打刘威的那场比赛用了卡夫踢，然后之后。刘策在50分的比赛有2场也用了卡夫踢，收到了很大的一个利好。对，你看，随后魏维扬也用过。对，低扫接卡夫踢。2个人从身体维度就块头上还是明显感觉瓦伦丁要比刘策壮很多啊，但是体脂也高了很多。刘策这场比赛的赛前降重做的还不错啊，而且后期恢复的也非常的好。今天的他应该是比较踏实啊，因为魏睿就在场边跟他。红色拳套是瓦伦丁，蓝色拳套是刘策。瓦伦丁常年在无差级别赛事征战，无论对手是大级别选手还是重量级选手，他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作战计划和战术打法。面对眼前这个中国男人，瓦伦丁根本就没有任何废话，拿着拳头就开始突进刘策内围，实施主动进攻。然而刘策虽然寡不敌众，但刘策又不是泥捏的，非常好。而且这种8人战的比赛，你至少是要，就是哪怕你拿冠军，至少也要打3场的比赛。对，所以对于整个比赛的赛程安排，还是要规划的更加的周密一些。然后继续回到比赛，早踢上来又是一个卡夫，漂亮。已经有红肿的现象出现了啊！是的。其实因为现在国内选手啊，在研究卡夫踢的比较多，在这个平常训练也比较多，所以雨辰老师，包括在武林中队哈，也有经常讲过卡夫踢。你看着不经意的一腿一腿，对，等你反应过来就晚了。对，是因为腓骨。刘策的卡夫踢所给予的压制力非常强大，比赛才刚开始2分钟，身经百战的瓦伦丁就有点顶不住。为了能尽快击败刘策去医院治疗受伤的大腿，瓦伦丁直接就是拼了。结果刘策的卡夫踢一点都不给瓦伦丁名字，短短1分钟时间，瓦伦丁就被踢了几十次，最终顶不住压力倒了下去。有效没效不知道，反正踢完挺疼的呗。这个支撑腿已经是撑不住了，对，已经撑不住了。对，尤其是对于破坏了他的移动。对大级运动员来讲是很影响。你看，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看到。对，就是已经影响到他移动的时候，前压的时候已经压不住了，所以他相当于外侧的，就是倾斜，已经倒地了。对，最后这个倒地的动作还是非常明显的。好，祝贺刘策。是。The knees are bare on Porgiano. The whole body is shaken from that right hand of Nusa. Yeah, he missed with. 第1次胜利，刘策很轻松就拿下了。接下来有请第2位受害者出场。灰色短裤是来自巴西的马查多。黄色短裤是中国巨人腿王刘策。第1回合的刘策并没有实施太多卡夫踢，只是在与马查多展开试探性进攻。到了第2回合的马查多也是有点顶不住压力，迫于无奈只能向刘策发起猛烈进攻。
试图尽快结束比赛，去往医院治疗。对，就是在中近距离去打的时候，你看，这就是说刘策听话，一上来第二回合，你明显感觉上肢的摇闪多了很多啊。而且打完就撤，打完对。这第二回合你会觉得明显比第一回合打得更聪明了一些。这第一回合还有一点要跟对手去硬顶的这个状态。第二回合灵动了许多。是。对，扛掉对手2拳，但是找机会给卡夫的低扫又一个啊，对，第三个。整登出来带拳，对，前手带后手。第二回合一上，别看刘策的块头和体型很大，但刘策的灵活程度丝毫不亚于同级别所有的选手。再加上刘策的老师是魏睿，经过魏睿细心的教导和漫长的磨练，刘策已经成为了一名经验丰富且战术打法老练的中国勇士。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，他都能稳扎稳打与之展开对抗。漂亮，就是这样。习惯用摆拳了。对，在内围之后啊，就马查多的攻击力还是相当强的。对，移动端有一点跟不上了。卡夫基造成的效果。又是一个自己的后手摆拳打到。哎，马查多的大腿也惨遭刘策踢废，瘫坐在地上无法动弹。面对裁判的搀扶，他依然无法起身。看来这家伙的大腿损伤比瓦伦丁还要严重，正好陪瓦伦丁在医院作伴。这次胜利给了刘策很大的自信心。这块是叫腓骨长肌和腓骨短肌，当这2块肌肉受伤的时候，它神经传导之后，你整个的第一膝关节是没有办法发力的，然后你的踝关节会受到一个极大的影响，所以你是完全没有。一晚 KO 2位世界冠军的事迹足以让刘策扬名立万，但接下来这位选手可不是好惹的，他的体重足足比刘策重了15公斤，从体型上也能清晰看出克劳迪欧的实力。他与刘策一样，在此之前连续斩杀了2位世界冠军。这一战，要么克劳迪欧一战成名，要么刘策一战成名，成为中国首位无差级别的冠军。话不多说，比赛开始。黑色短裤是来自意大利的克劳迪欧，黄色短裤是中国勇士刘策。这次战斗对于刘策来说才是终极对决，前2次都只是获取入场券的途径而已。提起去连续的重击，对，克劳迪奥拳的重量感啊，要比刘策在之前遇到的马查多更加重一些啊，这个非常的明显。刘策踢卡夫，哎，对，就不行了。是的，已经影响移动了，马上上来。高手之间的绝对就是快速，短短30秒，刘策就轻松取得了胜利。卡夫踢在别人眼中或许是一个没有用的招式，但在刘策手中就会成为一个杀人利器。不过卡夫踢要是实施失误的话，对刘策的伤害非常大，这就导致很多人都不敢轻易实施卡夫踢，甚至直接放弃实施卡夫踢，改为实施扫踢。那都是提膝躲过了。连拳带腿，刘策踢完之后看还是面露凶光啊。对，在边角的时候其实已经举手示意了。又是一腿，这刘策一晚 KO 3位世界冠军的事迹，虽然时间过去了很久，但依然能在民间广为流传。经此一战，刘策不仅打消了日本官方的怀疑与质疑，并且还让更多外国观众见识到了中国选手的威猛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刘策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